OK， I think we end， 呀、结束。哎，Kevin 好像有一些变化哦。Kevin 老师也出现一点状况。请停。第二季的周公讲鬼哪里有鬼？我们的艺人素人，来自各行各业的嘉宾，将和大家分享在特定场所、地方或区域的灵异经验。我们不是在鼓吹迷信，而是让观众朋友知道，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可能还有另外一个空间的存在。嘉宾朋友的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信不信由你。欢迎来到周公讲鬼哪里有鬼第2系列。今天呢，我们的主题呢是灵异体质。我们都知道有些人呢特别容易遇到鬼，甚至呢鬼啊比较容易缠上他们，或者是上他们的身。这些呢就是所谓的灵异体质。所以呢，我旁边的常驻嘉宾，我们的 YC 老师，这个时候呢就要问你，为什么有些人特别容易遇到鬼？为什么有些人会有所谓的灵异体质呢？首先呢，就是一个人要能够跟这个灵体接触，他的脑电波、他的频率一定要跟这个灵体、跟这些鬼神要一致。所以如果这个人有灵异体质的话呢，就是证明什么呢？他的脑电波能够搭到那个线，或者他是先天的，就是说他与生俱来就有这个能力。那么比较悬一点，有些老师可以通过他们的八字、他们的出生日期等等，算得到他们是否有这个所谓的灵异体质。那今天呢，我请来的这位好朋友啊，我左看右看上看下看，他是完全没有灵异体质的，可是他却有过我意想不到的经历。另外一位朋友是你的朋友，对，马上要去接他们了。Hello，Silver， 还有 Kevin。Hello， 哇，今天的周公讲鬼哪里有鬼呢？非常的公平啊，一个是我的朋友，另外一个是 YC 老师的朋友。我身边的 Silver 呢，我在他小朋友的时候就认识了。这位是 Kevin， 他是我新加坡超自然侦查协会里面的其中一位这个侦查的成员。哦，对。所以 Kevin 在这方面也是很有经验啊，对不对？可以说是。那你本身也有很强的灵异体质？也算是吧。哇，你的也算是带有神秘感，就让我更加想窥探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所以就由你先来讲故事，好不好？我的大姨身上，她本身是在一个酒店做那个 banquet manager 的那个职位，所以她对吃这些也是很有兴趣。然后就有一天，她同事就拿给她一个就一壶那个茶啊，讲说这个是她从中国刚刚买回来的，然后很好喝很香，这些你也来尝尝一下。然后就不错啊，她闻了也是蛮香的，她就没想多了，就是直接喝了下去，味道也不错。然后在第3个礼拜，我的那个大伯他就直接打电话过来，然后那个就很慌的一个声音，你们快点下来，你们快点下来，这边出事情了。到了我的那个大姨的家之后，就看到我的大伯就把我的大姨就按在一个客厅的角落，按啊，直接按住她在那个地上，哎呦，气喘喘的，真的很费了很大的劲。我的二姨就看了有一点不对劲，就拿一点水去直接擦她的脸啊，就给她弄醒她这样。差不多10分钟这样之后，她就醒过来了。我的大姨第一句话就是讲，你们怎么过来了？哇！我的大伯在那边讲，他们2个就已经睡了嘛，他就突然间起床，就走去客厅，然后就跟着那个客厅的那个墙壁一直走圈圈，走圈圈，贴着墙壁的一直走，那是有问题了啊！又过了好几天，然后这次我的大伯又在晚上
又突然间打电话来了，然后这次我们就真的是赶下去了。这一次我大伯没有按住我的那个大姨，这一次他在那边贴在墙壁爬的时候呢，他是双手和背贴在那个墙壁，然后就好像一个那种蜘蛛啊、昆虫那边这样子走。然后他一边走的时候呢，他一边那个就一直吐气的声音，那种就是这样。然后我的二姨就直接打电话给他认识一个师傅，专门帮人家解降头的那种，就叫他下来。师傅看了第一眼，就直接拿了他的一大卷那个黄布然后他黄布里面就有很多那些符咒啊这些东西的，就直接把我的大姨捆在里面。他捆住了之后，突然间我的大姨在那边尖叫，那种很痛苦的那种尖叫的声音。他就用了那个好像是用朱砂吧，他就画了一个八卦，就一直练咒语啊这些，然后接近1个钟这样，我的大姨突然间就吐，然后刚好那个师傅就直接拿那个铁碗直接接住那个我阿姨吐出来的东西。可是当我们去看那个铁碗里面有什么东西的时候，你看到2只蜈蚣。Oh my！ 至少有你手指那么长的蜈蚣。什么颜色啊？就黑色了，红脚。哇！而且那个它的脚还在动。天哪！它不是死的蜈蚣。哇，我想问一下 YC 老师，刚才 Kevin 讲的这个，已经不是鬼那么简单了，对不对？对呀，就是直接的，就是下降头、下蛊的一种仪式了，中邪的。对，我很好奇，是谁下这个降头？你刚才有讲的就是同事请他喝茶吃东西，对，也就是说是这个同事我们就怀疑是他下。那大姨没有去问这个同事吗？他也没有，因为这个你也没有一个铁证在那边说就是你给我吃的我才会这样子。听我的大姨讲的意思就是他在半年之内，他就突发的一个癌症是，就这样走了。哇哦，半年内就走了。对。哇，我们也是有回去问那个师傅，那个师傅讲这个就是所谓的反射，就是他们斗法嘛，英文讲的卡玛啦。对，你的出发点如果是负面的，他回来的一定是负面的。是，像很快乐的 Silver， 我也不晓得为什么今天会请他来。你有什么鬼故事呢？其实我这一辈子我朋友即使什么朋友看到什么东西我都看不到的。对，而且这个东西是我之后从我朋友才piece together 的。这个东西发生在几个月前，那天晚上，其实我已经不够睡了。一个朋友打来，他说：“Silver， 你今天晚上有没有唱歌？有没有在驻唱？你要不要过来找我们？”我就好吧，我就下来找你们。我们就想说，去看一个 live 的一个 show， 一个 live 的表演。那个键盘手朋友离开，他们要 start 他们的 set 的时候，我就完全 blank， 完全断片，我都不记得 anything， 直到事后，n 小时后，我在停车场。然后在 N 小时后，我在警察局，我就打给我朋友，sorry，我昨晚是不是很醉啊？他就说，你一直跟旁边的桌一直 cheers 女生，全部女生，然后你就 try to 很 inappropriate with 我一个 friend， 我就我就打给另外一个 friend， 因为他说他有叫他支援嘛。然后我下去的时候，我就问你知道我是谁吗？然后他说你的语气就马上。哎呀，我当然知道了。每一个我都讲我知道你是谁，我当然每一个我都不讲他们名字。那他就是觉得这不是你，不是你。终于冷静了之后，他们就说：“不然我们去吃宵夜。” OK， 走，我们就想要你上车。到了车上你就死不上车，就一直不要上车。然后我们就不可以 understand 为什么你不明白为什么你不要上车。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发什么癫，我突然间去砸人家的车。男生用来 hold 住我了，2个男生，然后我妹妹，他们就很多人就 try to pin you down， 然后很多人要pin you down，就说你力量极大哦。对，然后你就胡言乱语讲英语啦、福建话啦、中文啦，然后你好像讲了一个很 ancient 的一个 language。这个时候我就觉得不对，不是喝醉而已哦。他其实有拍到我在不知道讲什么语言的
一个，我们有机会看到吗？爽，哎，来喽 ！She can, we can, 不能来喽，快！哎，哇哦，哇，这个马上让我想到一个人，Lorenzo，真的是鬼上身，因为我们有接触过。我这个好朋友他就突然间想到说，他年轻的时候他交过一个警察的前男友，他有跟他分享过说，哎，那个警徽好像有辟邪的功效，他就想，不然我们就报警。警察车一来，我有片刻回来一下，就是你记得的那个，就是我下次在记得的是，我在地上，警察在站着看着我在地上，然后下一个记忆就是我在警车，之后他们那个车应该是就我朋友帮我开回去了，我朋友上车的时候，他才看到我的手机，看到我的包包在车里面，我这个手机后面有符，我的包包里面也有这个东西，也有一个符，你都没带，都在车上，都在我不肯上的那辆车上。我的天哪！其实从这个整个故事，其实你乍听之下，或许会有人会觉得，很单纯的喝醉酒啊，还是某种药物，还是精神的这个混乱分别。但是它有很多点都很难解释的。刚才其实你讲到这个上车的时候，我有一点怀疑了，为什么你不肯上？因为如果你喝醉酒还是怎样，我已经答应讲说我走去吃宵夜一起了。喝醉酒的人不会选择的，说我要还是不要，他就是昏昏沉沉的。对，真的是很典型的这个鬼上身。那现在呢，我们要去的这个地方呢，对我来讲呢是恐怖的。我们先往我们今天的所在地出发。今天呢，你们呢这个地方对我来说呢有很多不漂亮的回忆。什么意思？我等一下会跟观众朋友分享。那这个地方呢，你们会去这个灯塔。这灯塔呢，曾经有人在那里被谋杀过。是个女生，所以我们有这个任务给你们，请任选一张啊。所以这个盒子里面就有我们需要的道具，这个就是俗称的 spirit box。基本上灵体要跟我们沟通嘛，所以说它可以用不同的频率跟我们沟通。有时我们听不到，但是可以通过这个 spirit box 去探测到他们要跟我们沟通的一些话语。那另外的道具我需要的就是，当然就是那个荧光棒就在这里。那么我觉得应该要比较刺激一点，就加上白蜡烛。因为白蜡烛呢是招阴的，对，就是 Welcome to our world 这样，对。Kevin 的那个通灵板，这不是随随便便哦，是由师傅开过光的，对，通灵板其实是我们用过好几次的，就是在不同的地方，甚至拿它到外国去，是跟不同的灵体探灵。对，不是要吓你，每一次都成功。哇哦！如果准备好的话呢，就出发了。好。那边比较暗，我们可以从那边开始走。OK， 我们现在可以尝试问一些问题。好。附近有几个灵体在吗？可以指示一下有几个灵体吗？哇哦！看到了。在我身边有灵体在吗？干嘛？他直接为什么？我不要跟你讲话。电池是满的，我要先声明。我是哀鬼，我生是哀人，我死是哀鬼。对啊，满的吗？电池为什么突然间关了？如果我们在这里执行任务，你们会帮我们吗？哇！我觉得是会我。OK， 那你们是不是要执行第一个任务呢 ？OK， 在他们布置的时候呢，让我来跟你分享哦。那1991年，当年我18岁，我们就来到这个地方拍戏。那个时候是跟周初明一起演。我们拍完之后呢，回去电视台。那个时候，我们的香港摄影大师就说：“想不想看片呢？”我们就说：“好啊，好啊。”
我们就进去了这个剪辑室看片，看我们那当天晚上拍的。那个年代还是用 beta tape 的，可是当摄影师按 play 的时候，整个荧光幕除了看到出名跟我们看到了在镜头面前是3个女生很热情的跟镜头招手。我一看到那个画面，我们的摄影师立马按 stop， 讲了一句广东话，那是我学到的第一句广东话，要拉杂野，就是有肮脏的东西。我跟出名第一个反应就是跑出剪辑室，我们2个人吐了，因为惊吓过度。1个礼拜后要回来同样的地点重拍，辛苦的一件事情。但是这次来呢，我们每个阶梯啊都烧香，然后有贡品，然后我们才顺利的拍完。我没有办法忘记那个画面，即便我现在才告诉你。你看，周公，请问设这个跑道的作用是什么？希望他们可以通过这条道路，然后上去这个灯塔。然后他们经过的时候呢，我们会把这个 spirit box 放在尾端，然后看是不是会捕捉到一些他们发出的声响。那如果这边有灵体的话，请你们踏上这条荧光桥，走上灯塔。可见他们可能已经在灯塔上等待了。我有一个很强的预感哦。所以也许我们可以慢慢的步行上去吧。走吧。上塔喽。我们可以在这里执行第2个任务。可以哦。我觉得可以。可以哦。哎，通灵版我们需要单数，因为YC老师要监督嘛。所以只有你跟Kevin 老师还有哎，我们的漂亮导播可以啊。先不说话，就是用我们的意念先专注在这个碟子，然后想象就是灵体过来，移动这个碟子，要跟我们沟通。你要把那个画面想象出来，轻轻的触碰，不要大力压下去。有反应。也许大家可以问第一个问题。What is your name？ 这个什么号字母 ？DEFF。J 吗？是 J 啊。FJ 这个是 D。这是 C 还是 D？Is FJD your initials? Yes. Thank you. Can you push the dish to which direction you are at?都在我左边。Okay, can we play a game? Wesley 老师 will key in a number on his phone, but we won't know what the number is. What is the number on the phone? 4 40 40. 不对哦。7 or 6.5。哎，等一下，你们是不是 40.5？ 对呀。40.5 就是YC老师你输入的号码的一半。哦。是顽皮的哦，他很顽皮，他就是不要给你正确的答案。你问他是不是很顽皮 ？Yes. OK, YC 老师，你的号码是什么？你跟大家说。So what is the number? Oh, 81. Yes. Okay, let's play again. Play properly, Ken. Okay, what is the next number that Wesley 老师 has on his phone? 9 equal to 9， 对不对？也对呀，因为是3加6，他就是故意以这种方法。你们自己看 YC 老师的号码。什么？ Do you want us to leave now? If you want us to leave now, can you go back to start?
So at the count of 3, you just remove your hand. 1, 2, 3. Thank you for your time. 还是你要换华文的？所以现在我们就尝试这个中式的这个碟仙。你们其中一个的姓是什么？傅，傅对吗？周公，你有什么问题要问吗？我只是很好奇，想问他是不是一直困在这里，是不是有想要离开这里？伯，鱼，是伯吗？是不是有这样的一号人物哦，跟伯有关系的，可以帮他呢？需不需要有这个伯？ OK， I think we end， 呀，结束，说感谢他们，然后回到这个林子，谢谢你们，我们可以回到林中间这个林字。哎，我们发现了 Kevin 好像有一些变化哦。Kevin 老师也出现一点状况。怎样？好像有东西上了 Kevin 老师的身。Kevin 这个时候他在讲的是福建话。有什么交代吗，大爷？原来是大爷伯。哎呦，明白。是爹你等我就头大咯。叫我们不要乱来，如果得罪的话，事情就大了。三年卡哩。阿姐，转。我转。我坐下来。好了。看一下。我觉得每个人轮流给大爷伯，就是进行这个仪式吧。等他叫吧。一两边的。一两边。你们不用。他们不用。有生的就来哦。无剩的就来。有玩的。感谢大爷降价啊。够什么吩咐吗？查理楼卡哩。他在楼卡。呀。楼下。把香拿去楼下插。好了。好了。回了。好。多谢大爷。大爷伯已经退了，也已经给刚才有玩过游戏的人呢做了一些仪式，做了法。欢迎回来。哇哦 OK 啊。哇哦。我想大家赶快收拾，然后回到这里来吧。好。你是什么感觉？刚才其实到那个，我问他的姓，然后是那个他讲说什么父啊？父。然后我就已经一半。刚才他附上我身体的时候，就也没什么，就是感觉到好像我去睡觉这样，然后我就直接断片。刚才依的你有危险或者那些不干净的东西，他就会来阻止的。好像刚才那个我们在没玩这些的话，可能有点过火了之后，他就会来阻止一切。我觉得大爷就觉得他有义务要帮忙，就帮他们送走他们，还是怎么样呀？Kevin 你 OK 吧 ？OK。呀，
很好。OK， 我刚才我觉得我问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哦，是，就是你们困在这里吗？你们是不是需要一个人帮你们解脱？然后就去到了“博”这个字，然后呢就发生了一件事情。其实今天这样的一个活动呢，让我了解到哦，在家里的朋友不要随随便便去玩什么笔仙啊、碟仙或者是通灵板，因为刚才我们的特殊人物也讲，这种东西不要乱玩，万一跟你回家头就大了。这句我听得懂。为了不要让自己头大，千万不要乱玩哦。记得咯。